台湾的这个半导体跟晶片的 advantage 大概还剩18个月。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我投这只股票我赔了，我要知道我为什么赔，我非要从这只股票里面研究它的基本面赚钱，这是巴菲特说的。台湾不是，这只股票赔，我再也不碰它了，它跟我命盘不合。下班国际线，小鹿带你看世界。川习会结束了，现在呢，美国跟台湾的资本市场都很震荡。可是你知道吗？早于川习会之前，因为美国对中国的关税跟科技管制，逼使了中资把供应链搬到了东南亚，包括了像是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不同的国家。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我们把焦点放上东南亚，在节目上面比较少提及，现在成为了中国、美国还有日本的新战场。身为台湾的企业跟经济，到底还剩下多少时间卡位呢？今天为你介绍我身边的嘉宾，他是金库资本管理合伙人兼总经理丁学文。学文哥你好，欢迎你。小鹿，各位观众大家好。然哥，我们知道你是这个100亿级的私募基金的操盘手，我想先从一个大的趋势想跟你请教。最近市场 AI 很热，这个趋势也一直在讨论，可是却看到这个不论是美股啊、台股都有一些震荡的表现，包括像是我们今天录影的时候520也没有庆祝的行情。你在大的趋势上面有对这个 AI 的看法是什么？对，我想台湾其实基本上在台湾长大的小朋友我想所有人都知道，台湾基本上以制造代工为主即使到今天为止，我们最引以为豪的护国神山台积电，或者是说从手机、笔记型电脑到现在的富士康或者是鸿海，我们过去比较专长的是 B to B 的代工。所以呢，很多人才会批评说，台湾的人工智慧发展到现在为止，我们基本上是卖产值卖得很爽那卖产值卖得很爽，有点像什么你把人工智慧看成是一列非常高速在跑的火车，然后大部分人去投资火车，哪个火车跑得快我就投资哪个火车。可是这个阶段呢，其实因为我们从这一次川习会就可以看出，其实这个世界全球化不会回来了，它变成一个碎裂化的世界。所以主持人刚才提到说，为什么很多资金往东南亚走，其实不止，很多资金还往非洲、拉丁美洲，甚至是欧洲那边的东欧那些地方走。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人工智慧它已经从第一个阶段单纯的做产值，现在大家想说我怎么把人工智慧的模型加上所谓的 agent 落实到产业或者每个区域里面去。所以呢，我觉得现阶段呢，其实在国外有所谓的初级市场跟次级市场。所以主持人你刚才提到的是次级市场的看法。反正呢，我从法说会里面看到它未来的营收订单很好，我就投资它。因为过去几十年台湾的股民被教育的就是说，它只要营收获利上去，然后财务长看起来很 happy， 这个股价就会涨。可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呢，因为从川习会这次看出来，这个世界全球化走了之外，也不再是 G1 就是一国独大基本上是最少 G2， 就是中国已经开始起来了。所以在这个碎裂化的新的全球化的阶段里面我觉得我们要看人工智慧的趋势，要看3块新的东西。我跟你们说，最近我看到一个数据超级惊人的，就是我发现其实有非常多的人在看下班国际线，但是呢，有超过1半以上的人没有订阅。如果呢你一直都有在看这个节目，也喜欢我们选择的内容，我想拜托你帮忙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现在赶快移动到订阅那个按钮按下去吧。因为呢这个动作可能不花你1秒钟的时间，也是完全免费的，但是对于我还有团队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鼓励。我看着你们的订阅，我就有更多的动力把这个节目做得更深更好，长期的陪伴大家。请大家帮忙按下订阅下班国际线。第一块，你不能只投火车了，你要看铁轨。铁轨这里面呢就牵涉到耗能耗电，这是全世界最 care 的一件事情。就你人工智慧的模型，它耗能耗电那么凶，你不是台湾很多人在批评说，那我们未来的新能源怎么办？我们要搞核能，我们要不要去发展绿能？那这都是耗能耗电这一块。所以现在大部分的资金尤其是一级市场私募基金的钱开始往耗能耗电走。第二块是供应链重组。过去的供应链很简单，你不管台积电、富士康，你只要能做出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利益，能让我赚钱的，再远的客户会跑来台湾给你采购。可是未来不会了。你如果政治利益跟韧性不能放在前面，我宁愿在我自己家门口的供应链去买比较贵的，可是我比较安全，我也不跑到你台湾来买。这是第二个供应链重组里面私募基金在走的方向。第3块最重要的其实大家如果去仔细看在过去的2年所谓股市繁荣里面，涨的第一波就是那个台面上那些就台面上的股票。可是最近开始跟人工智慧相关的一些企业，包括日本跟韩国，这里很明显。我举个例子其实日本我们知道日本其实台湾呢都放那个煮饭会放味精嘛，可是味精是日本人发明的，那家公司叫味之素，它最近呢股票涨了3倍，原因是什么呢？它在产生味精的副产品里面有一个薄膜，薄膜是人工智慧的晶片里面不可缺的，所以它是一个传统产业做味精的，可是因为这样子飙涨。另外一家公司也很有名很有名的这家公司叫 TOTO， 你如果去过百货公司就看到那个台湾当然也有做马桶很厉害的，可是 TOTO 其实是最有名的。TOTO 最近也上涨，也是因为人工智慧，因为它的陶瓷工艺可以去
让你人工智慧的 GPU 的晶片能够固定在你整个生产的过程里面。那我为什么要讲这3个故事台湾也有很多的传统产业，最近叫苦连天。可是其实你应该回头去看，你既然一直强调你是制造代工出身，你研发很强，你要去想在未来有没有你的一块地。你如果还是坚持想说这个世界还是全球化，你还是想用过去赚钱的方式去赚钱，我觉得未来18个月是个窗口。那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其实川习会完之后矽谷里面很多的创投，其实最有名的一些创投在说，台湾的这个半导体跟晶片的 advantage 大概还剩18个月。主要原因是什么？其实过去几年我们看得很清楚从2022年疫情完之后，台积电被称为是护国神山，然后被强迫要去德国、日本、美国。我们当然会说，主要的一些resource 还是在台湾，可是人其实去了几千人每个地方都去了几千人。然后这些国家也不是笨蛋，我给你补贴 subsidy， 我给你地，我给你免税，他还是会要求你一些东西来。那台湾一直有一个迷思就是说只要最好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就这个可以安枕无忧。可是大家知道就像你在玩手机，手机大概从 iPhone 10之后，很多的功能你其实不稀罕。假设你不是很爱照相的人，他每次在说镜头越来越好，可是你不见得 care， 你觉得可能 iPhone 10的镜头就够好了。高端晶片也是一样，高端晶片是对那个越来越精密的东西 GPU、TPU 有帮助。可是我们一般的老百姓，你可能不用到那么多功能所以相对成熟的晶片也是有人买的。这就是为什么最近6个月 Intel、三星股价也开始飙。所以我要跟各位讲，就是说呢，台湾的这个 education 里面一直在告诉你，法说会里面的 CFO 说的就是最 inside 的 message。其实比较认识我们都知道其实我刚进职场第一个工作是银行，后来我做过投信的基金经理人。我为什么离开次级市场？我觉得财务长跟我讲的东西不是他们董事会里面讨论的东西，他只跟我讲财务报表。那我觉得唯一的方式就是我必须要到初级市场，所以我才开始走创投，后来走私募基金。我觉得走创投跟走私募基金，我才有办法去知道这个公司的策略。那这个公司的策略可能牵涉到3年、5年、10年。股票市场如果是经济的橱窗，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橱窗，我要知道他的董事长跟总经理想什么。我不稀罕 CFO 跟我讲什么，因为我自己是 financial background，CFO 的人是按照财务报表说事。那以前这个世界在全球化的时候有资讯不对称，所以我只要知道 CFO 讲什么，我大概可以猜股价。现在已经抹平了，也就是说你 CFO 跟我讲的东西你一 CFO 的老婆、麻将咖、玩咖都知道了，那你才告诉记者，记者去写，然后散户看到记者说利多，记者也买了，太慢了，所以我就被割韭菜，对吧？所以我觉得金融市场已经跟20年前不一样了。我觉得现在的投资人当然还是很 hyper 啦，因为过去几年赚很多钱，可是我也知道很多人睡不好觉，也就是说他继续往上涨，我要把它卖，他往下跌了又舍不得。然后呢，我只有100万，我投了10万，赚了10万，对吧？我心里想，那我为什么不投50万赚50万？那我就开始杠杆，对不对？我就开始借贷。我觉得为什么很多人说现在很像网络末期的这个泡沫？因为网络泡沫是在20年前，所以现在大概40岁以下的人没有概念。但是我比较老嘛，我经历过网络泡沫。网络泡沫在台湾最夸张的时候大概是1999年，所有的房地产的股票，他只做了一件事，他不知道网络，他不懂网络，他去改名字。改成网科，那只要名字改就涨3只停板。所以我只是要提醒投资，我们不是说投资人笨，可是投资人到最后找不到理由，他必须找一个理由去买，因为他很害怕 miss 掉。然后呢，还有人性这个因素因为台湾其实实在是生活品质蛮好的，所以年轻人可以去酒吧、餐厅吃饭聚会，还有现在有社交媒体我要提醒大家所有做股票的人他投10只股票叫10赌9输，可他只会告诉你他赚的那一只，他不会告诉你他赔的那9只。然后台湾还有第二个很奇怪的特色买股票的人他基本上说，哎呀我赔了，当作学教训。可是什么叫学教训就我投这只股票我赔了，我要知道我为什么赔，我非要从这只股票里面研究它的基本面赚钱，这是巴菲特说的。台湾不是，这只股票赔我再也不碰它了，它跟我命盘不合，我再去找另外一只，然后呢1年可以做几十只公司，你怎么可能懂几十个产业几十家公司？所以你只能从媒体上去看，那又绕回来了，媒体记者写的东西媒体记者应该已经买了。所以我常跟我的朋友说，买股票这件事情你买的每只股票都是对的，你看的每个趋势都是对的，你从来没有看错，你只是比别人晚上车。熊哥，你刚刚讲说以后这个不是全球化很有趣，不只是 YouTube 了，我们在节目上面有其他的学者、智库专家说，还有半全球化、破碎化，各式各样都有。可是我最近关心到一个，就是美国公债的殖利率，包括10年期的公债到 4.69%，30年期的公债到 5.2%，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反映出什么？其实我们刚才在谈股票市场，股票市场其实它股价涨的是一个预期心理。好，可是另外一边呢，有一个人很多人都担心的东西，也叫通货膨胀的预期。因为你现在摊开来看，所有的总体经济你说没有通货膨胀是骗人的。乌俄战争还没打完，中东战争看起来也要打很久。然后呢，你石油一定会有一些卡住的拐点，那你这样的东西就基本上很多东西会涨嘛。
那当现在在台湾，我知道大家的感觉还不是很强，可是大家唯一看得到是台电拿了很多补贴的钱，所以其实我觉得台湾是很 lucky 的，因为人工智慧半导体，所以国库基本上很有钱，很多上市公司也很有钱，所以台湾不缺钱。所以呢，其实政府做了很多我们看不到的事，所以你不觉得石油这个卡住啊，通货膨胀的压力很大？可是你如果跳开台湾，其实这一次通货膨胀的预期是很强的。所以小路，你刚才提到的4.69这件事情哦，而且很奇怪哦，它是倒挂哦。以前正常来说，我买一个债券，对吧？它的时间很长，所以因为我可以锁比较久，所以照道理来说不应该倒挂。那这次为什么倒挂？就叫一个反差，就是大家觉得短期 OK 啦，没事啦，因为从疫情完之后，股市一直繁荣，对不对？然后大家都觉得我日子还是很好过，赚钱很容易。可是 fundamental 一直债券市场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那私募基金其实已经开始反应了，对吧？利率很高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给人家更多的利息，人家才愿意借钱给你。所以资金成本越来越高。其实你真的看利率越来越高，就是资金成本越来越高。可是呢，里面的反差在于从美国开始，每个国家都觉得钱花不完啊。以前呢说什么赤字不要超过3%，要不然会爆雷，也没爆。你看美国首当其冲，一直借，利率那么高，它也没爆。好，其他国家再也不谈所谓我要control债券。可是传统经济学家一直在提醒你，一直借钱，早晚要还。所以现在所有人在赌的就是管他的，没爆，反正我不会那么衰。现在的问题在这里。可是呢，通常爆雷都是在所有人都认为不会发生的时候才会发生。所以呢，我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乌鸦，尤其是你经济学的训练越强的人，他越乌鸦。对。可是这一年又发生一个很不好的事情，乌鸦越来越不敢讲话了，因为前2年讲话，后来都被人家打脸。你看，你说会垮没垮？你说股市会跌没跌？你说经济会崩溃没？这个很可怕，这很像放养的孩子，就说你一直说它会跌，你一直不跌。所以你从今年1月份去看华尔街到全世界经济学家他的研究报告，没有人看空今年。可是从第一季我们光讲第一季发生了几件事：马杜罗被绑，中东战争，格陵兰争议，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大家已经慢慢忘记了巴菲特说的 fundamental。所以巴菲特现在也在赌啊，巴菲特不敢投啊，因为以价值投资来说，他不应该投，所有人都在骂他哦。所以你看，你都没赚到，错过，对不对？你都错过了。所以我要讲就是说，现在太多的不确定性，我反而建议所有的投资人把脑袋换一下。在2022年，就是疫情结束之前，这个世界是充满了确定性，因为全球化，然后政治人物很虚伪，我们都知道。政治人物他的谈判方式最后一定会解决，我们也知道。金融市场出事呢，政府会出来托底，我们也知道。所以我们太习惯了充满了确定性 ，but 现在大家一直在抱怨充满了不确定性。可是大家都这么年轻，不确定性不是更 happy 吗？代表 why not？ 有什么不可以？什么都有机会产生。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把心态改成说充满不确定性才是正常的，你反而会觉得里面充满了机会。那你也不要再去看传统经济学，传统经济学全部都是根植于全球化，然后全球化已经快30年。从福山说全世界有全球化会怎么样，福山最近都出来全球化没啦。所以世界变了。那我们过去讲了非常多中美之间，尤其是现在这个川习会之后，我看到的不确定性其实是更多的。我们稍微把这个焦点转一下，因为刚才节目一开始也说，其实就是因为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之间相关的法规的制裁，其实现在很多资金到了东南亚。我发现东南亚反正是节目上面很少触碰到的一个领域。你是这个长期住在曼谷的这个当地的观察家了，可不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现在东南亚的局势是怎么样？对，其实我想我自己的那个人生的 career planning 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其实我很少待台湾，然后我前几天刚好自己呢吃饱太闲，盘点了一下我的职涯的生涯。我到现在工作待33年，我在台湾只待过6年，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在 front market， 就是最前线的地方。那因为这样子的人生规划，我觉得我很喜欢去看那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地方。现在东南亚是吗？现在东南亚，我个人感觉很像16年前我去上海看到的中国大陆。是机会的意思吗？2个原因，第一个呢，政府比我们想的没脑袋。我举个例子我们在泰国那个合资公司是跟泰国政府下面的泰国石油合资的。他第一次我就说，那你泰国有什么政策让我看一下？那因为其实了解我都知道，我其实最早期是去长三角嘛，所以江苏、浙江、上海的红头文件，大陆叫红头文件，政策文件我都看过。我一看到泰国的，他简直就是把中国的拿来 copy 成泰文和英文，然后那个逻辑跟招商引资的概念一模一样。那我为什么这样说？当政府还在瞎子摸象的时候，代表政府非常 respect 外来的和尚，所以这是你最好去 show up 的时候。所以我去东南亚，我自己觉得最 hyper 的是这一点，就是我竟然能跟政府对话。今天我要去跟上海、北京政府对话，他不会理我了；即使我要跟台湾的政府对话，他也不会理我。可是我去那里，我可以跟政府对话，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第二点叫 momentum， 就是社会的氛围。其实这个从年轻人身上看得最清楚。你到一个地方，如果当地的居民就像90年代的日本
2000年的台湾跟15年之后的中国的年轻人都是在 complain， 叫内卷啊，没希望了，我怎么努力我也不要生小孩，我也不要结婚。你去东南亚，他不是。以前东南亚人是有名的懒的 lay back， 现在东南亚的每个年轻人，因为我们公司大概都30岁左右，他每天都在问我，这个会怎么发展？台湾是什么经验？中国是什么经验？那种 momentum 我会觉得是我有兴趣的东西，因为年轻人有动力，政府啥都不懂，这个叫什么？这叫机会或者是洼地。好，那再回到东南亚你说的，因为我是做资本的，所以我很多人可能会去看，我们的政府说了什么，当地新闻播了什么，然后选举怎么样，我不 care， 我永远最 care 资本，对吧？资本往哪走？叫做水往低处流，对不对？水往低处流就会水涨船高嘛。所以我刚才前面有说，股票也是这样啊，你买的每只股票你都没有买错，你只是比别人晚买，所以你就被割韭菜。那东南亚我也是这样觉得。我跟各位讲一个例子哦，不要讲太远，就讲过去6个月的，大家就会很讶异。东南亚经济不好，我举我最熟的泰国来说 ，ADB 就是亚洲开发银行，把它今年的 GDP 的增长调降到 1.8%，but 过去6个月它的汇率涨了 18%， 这不是很诡异吗？经济不好，汇率应该跌啊。为什么经济不好，汇率涨呢？好，我跟各位讲我自己的亲身例子。16年前我决定去中国，是因为我看到全世界资金都进中国，因为邓小平改革开放。当时中国很多人都说好烂，对不对？那我当时去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很烂，因为我的同学都去新加坡、香港，后来钱进去，所以中国就起来了。不管它多烂，它起来了。可是现在这一波去东南亚的除了过去不愿意再去中国的资金往东南亚走，因为中国加1，中国的资金也去了，所以比16年前的资金潮更大。所以我刚才讲的数据就是经济下跌，汇率上涨，那代表什么？钱去了。那钱去了，我们不是以前那个小米的雷军说过一句话吗？风来了，猪都会飞。所以不是我很聪明，我只觉得那边猪会飞，对不对？钱到了，然后政府显然慢半拍，然后钻进外国来的和尚，还有年轻人很有动力。我觉得这对台商来说是个非常正向的讯息。台商还有什么样的机会点可以切入啊？现在讲到这个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台湾很少人谈台商也很会国际化，可是其实是吗？可是在国家策略上，台商这种国际化叫 Greenfield Investment， 叫绿地投资。什么叫 Greenfield？ 就是我到一个国家去，从零开始买地、盖工厂、派台干，全部是我的。所以台积电跟富士康在全世界工厂100%都他的，从0到1。然后我用台湾这里接单，然后我在其他国家慢慢把工厂盖起来之后，100%都我的。在全球化的链条里面，因为客户关系在我身上，台湾的科技业是这样起来，这叫绿地投资。我觉得在去全球化的今天，绿地投资不 work， 你要协作。Brownfield 叫灰地投资，什么呢？就是因为每个国家他突然自己都觉得说，我要保护我自己啊，我要保护主义，我自己的国家要很强，我不要买全世界最好的，我只要我国家的强人政治能够继续持续。Brownfield 就是他会开始要求你来我这里赚钱可以，你要扶持我当地的产业升级，你要技术留在这里，你不能100%来拿了我一块地。所以最近东南亚有一个新闻其实在 Google 上查得很清楚，叫零元工厂。就中国过去几年去东南亚很多，为什么叫零元工厂？零元工厂这个 term 来自于旅行社的零元旅行，就是呢你付他很便宜的那个旅行的钱，对不对？他全包了，可是呢基本上那个当地赚不到什么钱。现在东南亚人称中国工厂叫零元工厂，台湾的做法也是一样，就是台达电、人保，他在东南亚都有工厂，可是100%都属于台湾，都是台干去管当地的作业员，这叫 Greenfield。现在其实我觉得未来需要是 Brownfield， 你要跟当地合作，所以当地也有工厂啊，你帮他升级嘛，你用资本运作嘛。我觉得因为Greenfield 耗时太久，要2到5年，你的 capacity 跟不上。可是 Brownfield 它有现成的你只要进去，而且对台商来说，你才能够真的了解当地的年轻人在想什么 ，demand market 在想什么，还有当地的精英，对不对？你永远都去盖工厂，然后你永远在中国东南亚用的都是初中毕业的作业员或者机器人。那你当然会觉得那边的人素质太低，我只好派台干去。可是他的精英不愿意进台商工厂蹲着可是如果你去跟当地做资本运作，他已经有一定技术，他知道政策，他知道当地的内需，他只是产品不够好，你跟他合作不就很好了吗？我觉得这一点是台湾比较弱的。还有第3点，我们去信义计划区，每栋的都是金控的，台湾很有钱的，金控很有钱的，可是金控的钱是在台湾赚钱，在台湾花钱，金控没有出去支持产业。如果金控跟产业能支持，台湾是天下无敌可台湾习惯单打独斗。那为什么单打独斗？因为台湾喜欢做制造代工 B to B， 所以当年 IBM 惠普来台湾下笔记型电脑订单的时候，他一定培养3个 competitor， 华硕、宏基、广达，他让你打，所以你台湾企业不习惯跟人家合作。可是今天如果是一个非常 critical 的 point， 我们一定要合作台湾人都不合作，你到其他国家人家干嘛跟你合作？
可这个世界必须要合作，叫抱团取暖。所以你刚才说的很对，全世界变一个区块一个区块，我们永远如果还是停滞在说啊，在联合国我没有席位，在政治上我没有 identity，who care？ 我们可以像水一样啊。中国也认为台湾是他的，美国也认为台湾是他的，我们像水一样不就好了吗？因为我们有很好的 credit 啊，尤其这几年半导体 AI 台湾最强，所以台湾其实不要再去那么在乎 political 的 identity， 你应该在乎的是你的 credibility。可是你说这个像水一样的这个合作模式要转过来，对不对？我看很多台商之所以会这么坚持0到1，全都是自己100%持有，是因为怕技术啊、关键的这个能力啊被其他国家在合作的过程当中被稀释，是没有安全感。对这个安全感，我跟你讲哈，台湾你去看所有的公司，它都有董事会跟股东会，它一定是奇数席位，5席、7席、6席啊、9席。为什么？万一我们俩要离婚跟吵架，我要打死你，所以我要控股，这叫没安全感嘛，对不对？我在东南亚的 joint venture 每一个都是偶数席，4席、6席、8席。为什么？我跟你结婚要天长地久啊，我干嘛谈离婚？我不 care 离婚。所以当你有 confidence 的时候，你就不在乎。所以我每个 joint venture 我都是 minority 小股，面子给他，里子给我。可是董事会2席2席，你知道2席2席是什么概念吗？任何重大事项我有一票否决权，我就好啦。我在董事会跟股东会才能符合我的人生规划啊。我可以听到东南亚所有的国家它最 high end 的一个策略，然后这个吸收成养分之后，我就知道每个国家的文化差异啊。所以你要玩董事会跟股东会，不是在那边跟人家抢说我要70，我要80。为什么？因为你会下一句会回答他，万一我们离婚的时候，我财产分多一点。然后我对东南亚还是非常的好奇，站在最前线海啸第一排，不只是中资进到了东南亚，我知道有日本、韩国，是不是有很多的资金现在进入这个市场厮杀？他们在看什么？对，我想首先亚太地区在全世界地缘政治里面本来就是很重要的角色。美国人不想失去，中国人很想进去，日本、韩国固守大本营可是我们在讲这个题目之前，我们要先回到历史上来说就是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全世界的资金包括台商都往中国走。可是大家知道吗？日本人不大敢去中国，因为第2次世界大战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其实你现在看日本人车厂很强，雅马哈、那个汉达、雅马哈、Toyota他们基本上在卖全世界。可是日本人我想台湾很多人去日本旅游，日本人喜欢坐公共运输，坐地铁，对吧？坐高铁或者坐各方面。所以日本人坐的车是卖到全世界，可是他的 manufacture site 大本营是在东南亚，尤其在泰国。你去看最有名的3大车厂，本田、雅马哈跟 Toyota。他们的最大的headquarter跟 R&D 都在泰国，所以其实我在看泰国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我是2021年去的，在4年前去，然后我们那个公司是2022年成立。我2021年去的时候在路上或者在大的 shopping mall 或者很多的工厂，他们现在最有名叫EEC，就东部走廊，都是日本企业。然后你从机场出来，旁边那种所谓的大的那种广告看牌都是 Panasonic、日立这种招牌。可是呢，到了2022年，如果小路影响还深刻，所有人在看东南亚，看越南。我觉得日本人第一个策略失败是越南之所以涨那么多，是日本的车厂觉得泰国的成本越来越高，大规模移到越南去了。可是最有趣的是2022年底，2022年底去的时候呢，我就有一天我出去那个工业区，我就问我的泰国同事说，为什么这边都变中国企业？我那个同事跟我说，日本人去之后发现越南因为政治不稳定，他们又要回来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工厂都被中国人占光了。然后更有趣的是中国的电动车是2年前开始进泰国，那现在的市占率在 12.5%， 短短2年那 12.5% 呢，我在6个月前去 EEC 的时候基本上中国企业开始进去，可是基本上还是要用英文才能跟当地的商家沟通。上个月我去，中文可以通了就中国的企业是大规模去，我就开始回来看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如果大家有在关心国际外交去年11月，现在的总理叫 Anutin 带泰王去北京。大家会觉得去就去现在每个国家都去北京，对不对？可我跟各位说，历史上泰王现在是全世界最富裕、最 powerful 的一个君主制的国家的领袖。上一次泰王出巡是70年前，拉玛9世去纽约，这么久以前了，所以70年来泰王没有出巡过，唯一一次去北京。11月去之后，我就看到了能源企业跟中国电动车大规模的进这个泰国。然后回到你刚才说的，那日本人他不怕90%都是我的车从2轮、3轮到4轮。可是我最近看到一个迹象，我觉得日本人开始怕了。你知道 Toyota 很厉害，是包括早期我们台湾开计程车都是开 Toyota， 泰国的计程车也都是 Toyota。可是呢，3个月前，中国广汽下面有个爱安开始用更便宜的价钱卖中国电动车给泰国的计程车。Toyota 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的车降价$3000，这个对日本人来说是很可怕的。第二件事是上个月本田有47年来第一次亏损，
所以他现在还是有70几% market share， 可他害怕，因为电动车说实在我不知道小鹿你有没有开过电动车？有。电动车它的体验是不一样的，尤其对年轻人。然后现在因为能源危机，所以汽油越涨越凶，所以你用电其实是真的比较便宜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刚好是一个供应链的重新 critical。然后我在看中国呢，我也觉得他很厉害，他现在把政治跟产业经济绑在一起，所谓的能源外交开始出来，就 Green Power 加上他的大国外交，加上这一次14号那场秀，我想所有人都看到了。很多人当然觉得说雷声大雨点小，可你最少看到中国跟美国好像真的平起平坐了，这个对他的能源外交是有正面帮助的。为什么我说这个很重要？你如果有了解全球的这个历史东南亚最明显的特征，以新加坡为例，就是平衡外交，两面吵，难听叫两面吵，好听叫哪里好我就往哪里靠，对不对？拉玛9世去美国，拉玛10世去中国，你说他不聪明吗？国防靠美国，经济靠中国，一带一路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其实很精彩。我刚才前面才会说，哇 ，everywhere 都是不确定性。可是对年轻一代，或者你不是官二代跟富二代来说，你不是觉得很 happy 吗？你终于有机会翻身了。如果现在继续是全球化，所有东西都确定了，那抱歉，你去排队吧。理解，就是从一个比较乐观的角度去看这种不确定性。那我最后想请教的就是说，假设在这些所有的大前提之下，投资人在看现在整个东南亚的趋势来说好了，有没有特别几个趋势是需要特别注意的项目啊、领域啊？现在你觉得还很有机会？我觉得台湾的下一个机会大概未来1年到1年半。可是这个机会呢，其实昨天是 Dell 的那个 conference 嘛，大家如果有看，你去看那个 Jason， 就是黄仁勋跟 Michael Dell 他们俩的 conversation， 我觉得下一波台湾这个机会能抓到就叫主权 AI。什么叫主权 AI？ 过去5年台湾谈 AI， 开口就是 AWS、Microsoft、Google， 那叫公有云。可是呢，因为现在碎片化，每个国家开始发现惊觉，我的老百姓的隐私不能被别人拿走啊，那叫私有云，私有云叫 AI 主权。所以我个人看到，最少我自己看到，从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都在抢盖 AIDC。那 AIDC 是什么？跟传统的 IDC 不一样。AIDC 里面呢有很多是一个新的赛道。那如果你去关注最近美国这些科技巨头口中在谈的，已经是 Agent 加 AIDC。可是这一块卖惨的人不容易做，因为台湾到现在连自己的模型，对不对？跟 Cloud 是没有的。可是那一块我觉得是投资人现在下一步要看，因为它里面包含的软体、硬体、基础建设，然后 supply chain 全部在里面。你比如说我这个国家政府，因为我刚才前面说了，现在很敢借钱嘛，我有钱，那我要提供绿电，绿电、土地跟所有的 policy 跟那个国家的 regulation， 这个是当地政府要干的。那我做的原因是什么？我要让我台湾人的隐私不会被别人拿走。OK， 好，这是政府要干的。可是台湾第二个有硬体，因为 GPU 大家都知道，它需要散热。它需要液冷的冷却，那个台湾很强，独一无二，这是台湾的强处。可是台湾弱在哪里 ？Operation 软体，因为你的绿电进来之后有间歇性，你要透过软体、电网、储能，才能把这个 AIDC 的算力拿去卖给别人。这个是未来几十年最大的生意，然后每个国家都看到了，都在抢。可是台湾，我觉得啦，幸福呢，往往会带来另外的失落，因为前面那一块硬体跟产值太赚钱了，这一块正在发展的趋势我觉得目前最少讨论的人不多。对，可是 AIDC 绝对是未来几年最大的一个力度。谢谢许文哥今天跟我们聊了很多。我们从川习会之后，很多人随着这个资本市场是上上下下，心里也很忐忑了。在节目上面，我们好多个星期都在讲到底要买进卖出，到底怎么做，好像左右都不是。可是至少今天许文哥跟我们讲说，现在已经不是全球化的时代了，有新的商业的逻辑，甚至有新的区域型的资金，现在正在往那里集中，就是这个我们比较少谈到的东南亚。那不论是对于台商来说，对于投资人来说，这个不确定性有的时候可以用比较乐观的方式，随着这个风口一起往上，做一个会起飞的猪，对吗？对。那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来做今天节目的结尾，就是我们公司因为去泰国，所以我们派了蛮多台湾的年轻人去的。那4年前决定要去的时候，其实他们会有很多机会成本的概念，就是我台湾怎么样啊，那里怎么样啊？可是基本上现在已经过4年了，我就可以给大家一个教训。我们公司现在更多人是争取要去，那去的人不愿意回来。那我会觉得台湾的年轻人，我自己看他们这3年最大的变化是变得比以前充满了信心。所以我的结尾是台湾年轻人比我们想象要优秀，可是窗外有蓝天，要勇敢出去。也就是说，往外走，向下用力踩，你就会发现世界无限大。可是如果继续在台湾，你会感觉好像好挤好拥挤到处都是很多人。我觉得基本上随着全球化，一定不会再回来了。我觉得 mindset 一定要变。也就是说，你在每天去回想过去20-30年西西味怎么赚钱的，郭台铭怎么赚钱的，那个时代不属于你的，那是属于上一个时代的。你的世代有可能是在更global的地方。
上下用力踩，怎么样踩得更早一些些，更定位更好一些些。希望节目下次还有机会邀请顺哥回到节目上来。谢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到这边告一段落了。下班国际线，我们下周再见，大家拜拜。